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，我是你们的主播清新阳。今天坐下来录播客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幸好我没有拖到最后一刻，不然现在估计还在慌慌张张赶稿子，连和你们好好聊天的心情都没有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明明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，比如写一篇论文，赶一个工作方案，给家人打个电话，甚至是简单的整理房间，可就是怎么都提不起劲，一会儿刷会儿手机，一会儿吃点东西，一会儿又告诉自己再等5分钟，5分钟后就开始，结果不知不觉就拖到了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刻，然后慌慌张张、手忙脚乱地去完成，最后要么草草交差，要么熬夜赶工，累得不行，还忍不住后悔。要是我早点开始就好了。我身边真的有太多人这样了，包括我自己也经常陷入这样的拖延怪圈。以前我总觉得拖延就是因为我太懒、太没毅力，就是3分钟热度，每次拖完都特别自责，甚至会讨厌这样的自己。但后来慢慢发现，拖延这件事真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，它不是单纯的懒，背后藏着很多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原因。今天清新阳就想和大家好好聊一聊，为什么我们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行动。不用自责，也不用焦虑，我们一起拆解一下拖延的真相，也找一找能慢慢跳出这个怪圈的小方法，希望能帮到正在被拖延困扰的你。首先，我们先明确一个点，拖延不是你的错，至少不全是。很多人都觉得拖延的人就是执行力差、不上进，但其实拖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现象，甚至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有拖延的时候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就像有人说的，拖延是人类的本能，我们不用因为自己有拖延的习惯就否定自己的全部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总是忍不住拖到最后一刻呢？我总结了几个最常见的原因，看看你有没有中枪。第一个原因，也是最常见的一个，对完美的执念，害怕做不好。我发现很多拖延的人其实都有一点完美主义，比如想写一篇文章，就总觉得我还没构思好，写出来肯定不好。想做一个方案，就担心这个思路不够好，别人会觉得我能力不行，甚至想拍一条短视频，都要纠结妆容不够精致，背景不够好看，迟迟不敢开始。我们总想着要把一切都准备好，要做到最好才愿意动手。可实际上，完美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，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情，也没有绝对准备好的时刻。你越追求完美，就越不敢开始，因为你害怕一旦开始，就会暴露自己的不足，害怕自己做不到预期的样子，于是就干脆拖着，假装我只是还没开始，不是我做不好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每次写播客文案都要反复纠结开头怎么说，用词够不够自然，有没有戳中大家的心声，结果往往是纠结了大半天，一个字都没写，最后只能熬夜赶稿。后来我慢慢想通了，与其追求完美的开始，不如先开始，哪怕写得不好，哪怕思路不清晰，先动手写下来，再慢慢修改，总比一直拖着不做好。第二个原因，任务太庞大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很多时候我们拖延不是不想做，而是看着眼前的任务，觉得太复杂太庞大，瞬间就被吓住了，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，于是就干脆拖着，逃避这种无从下手的焦虑。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个季度工作总结，你一想到要梳理这3个月的工作，整理数据，分析问题，规划未来，就觉得头大，不知道该先写哪一部分，于是就先放一放，想着反正还有时间，结果越拖越久，直到截止前一天才慌慌张张地拼凑内容。再比如想减肥，一想到要控制饮食，坚持运动，还要长期坚持，就觉得压力很大，不知道该从少吃一口饭开始，还是从每天运动10分钟开始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
这种无从下手的感觉，就像面对一座大山，你不知道该从哪里攀登，于是就只能站在山脚下，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。而拖延其实就是我们逃避这种焦虑的一种方式。第三个原因，我们总觉得时间还很多，高估了自己的效率，这应该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个原因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敢拖延，是因为觉得还有好几天，不急，总觉得自己在最后一刻能爆发超强的效率，能快速完成任务。比如作业还有1周截止，你觉得1周时间很长，我明天再写也不迟。工作任务还有3天交，你觉得3天足够了，我后天再开始也来得及。可实际上，我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效率，也会低估完成任务需要的时间。等到最后一天，你会发现，原来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，原来自己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效，于是只能熬夜赶工，甚至敷衍了事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要准备一个分享稿，还有5天时间，我觉得5天足够了，我前2天先休息，后3天再写。结果前2天刷手机追剧，一晃就过去了。到了第3天才开始动手写，才发现原来要梳理的内容那么多，还要修改背诵，最后只能连续熬了2个晚上才勉强完成，效果也不如预期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不敢高估自己的效率，也不敢随便拖延了。第4个原因，逃避任务带来的负面情绪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拖延不是因为任务本身很难，而是因为这个任务会给我们带来负面情绪，比如焦虑、烦躁、无聊，于是我们就想通过拖延逃避这种不舒服的感觉。比如你不喜欢自己的工作，领导安排的任务让你觉得很烦躁，你就会拖着不做，因为一想到要做这件事，你就觉得不开心。再比如学习一门很难的技能，过程很枯燥很痛苦，你就会拖着不想面对这种枯燥和痛苦，宁愿刷手机看剧，享受当下的快乐，也不愿意去做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。我们总以为拖延能让我们暂时摆脱负面情绪，但其实拖延只会让这种负面情绪越来越严重。因为你越拖就越焦虑，越焦虑就越不想做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最后不仅没摆脱负面情绪，还因为没完成任务，多了一份自责和后悔。除了这4个常见的原因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，比如注意力不集中，很容易被手机短视频吸引，比如缺乏动力，不知道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。再比如习惯性拖延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本能，不管什么事情都想拖到最后一刻。聊到这里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些情况？有没有因为这些原因拖过很多重要的事情？其实真的不用太自责，因为拖延不是我们的缺点，而是我们的心理在面对压力、焦虑、完美主义时做出的一种本能反应。我们要做的不是对抗拖延，而是理解它，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慢慢跳出这个怪圈。接下来，清新阳就和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又实用的小方法。这些方法都是我自己亲测有效的，希望能帮到你，让你慢慢摆脱最后一刻才行动的困扰。第一个方法，放弃完美主义，接受不完美的开始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拖延就是因为太追求完美，害怕做不好。其实我们可以试着告诉自己，我不需要做到完美，我只需要先开始，先完成，再完善。比如你想写一篇文章，不用纠结开头怎么写，用词够不够好，先打开文档，随便写几句话，哪怕是流水账，先把思路写下来，然后再慢慢修改。你想整理房间，不用想着一下子把整个房间都整理干净，先从整理桌面开始，再整理衣柜，一步一步来。只要你迈出了第一步，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，而且一旦开始，就会慢慢进入状态，越做越顺利。记住，完成永远比完美更重要。
与其因为追求完美而拖延，不如先动手完成，再慢慢打磨，这样反而能得到更好的结果。第二个方法，把庞大的任务拆分成小碎片。面对庞大的任务，我们很容易无从下手，这时候就可以把任务拆分成一个个小小的、容易完成的小任务，然后逐个完成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会觉得有压力，也能清晰地知道自己该从哪里开始。每完成一个小任务，还能获得一点成就感，激励自己继续做下去。比如，你要写一篇季度工作总结，就可以拆分成第一步，梳理这3个月的主要工作内容，列出一个大纲；第二步，整理每个工作的具体数据和成果；第三步，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；第四步，规划下一季度的工作重点；第五步，把这些内容整合起来，修改完善。这样拆分之后，每个小任务都很简单，你可以一天完成一个小任务，慢慢就把整个工作总结完成了，也不会觉得压力很大。再比如，你想减肥，就可以拆分成每天少吃1口饭，每天运动10分钟，每天喝够8杯水。这些小任务都很容易完成，坚持下来，慢慢就能看到变化，也不会因为任务太庞大而拖延。第三个方法，给自己设定截止时间，并提前预留缓冲时间。我们之所以会拖延，很多时候是因为觉得时间还很多，所以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比实际截止日期更早的个人截止时间，并且提前预留出缓冲时间，避免因为突发情况导致无法按时完成任务。比如，作业的实际截止日期是1周后，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个人截止日期，比如5天后，这样你就有5天的时间来完成作业，还能预留出2天的缓冲时间。万一中间有什么突发情况，也不会影响按时交作业。工作任务的实际截止日期是3天后，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个人截止日期，比如2天后，这样你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认真完成任务，不用慌慌张张赶工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专注时间，比如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这段时间不刷手机，不看剧，专注于完成任务，时间不用太长，每天1-2个小时就好，慢慢养成专注的习惯，也能减少拖延。第四个方法，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，不逃避，正面应对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拖延是因为想逃避任务带来的负面情绪，比如焦虑、烦躁、无聊。这时候，我们可以试着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，告诉自己，我现在觉得很焦虑、很烦躁，这很正常。我可以先停下来，深呼吸，然后再慢慢开始。比如，你觉得工作任务很烦躁，不想做，就可以先停下来，喝一杯水，深呼吸几分钟，或者做一些简单的拉伸，缓解一下负面情绪，然后再告诉自己，我只做5分钟，5分钟后就休息。往往你只要开始做5分钟，就会慢慢进入状态，不想停下来了。另外，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奖励，比如完成一个小任务，就奖励自己刷10分钟手机，吃一块喜欢的零食，这样能激励自己，让自己更有动力去完成任务，减少拖延。第5个方法，减少干扰，创造一个专注的环境。现在我们身边的干扰太多了，手机、短视频、社交媒体很容易让我们分心，导致拖延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试着减少干扰，创造一个专注的环境。比如学习、工作的时候，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放在一边，或者下载一个专注 APP， 屏蔽所有干扰，让自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任务中。比如，你想写东西的时候，就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，或者关掉手机的通知，坐在书桌前，只放一台电脑和一个笔记本，这样就能减少干扰，让自己更专注，也能更快地完成任务，避免拖延。其实，摆脱拖延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它需要我们慢慢调整，慢慢改变，也需要我们对自己多一点耐心，多一点包容。
我们不用追求从不拖延，只要能比以前进步一点，能在截止日期前从容地完成任务，不用熬夜赶工，不用自责后悔，就已经很好了。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拖延不好，也想改变，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这很正常。不用因为自己偶尔拖延就否定自己，也不用因为一次没做好就放弃改变。就像我们减肥健身一样，不可能一下子就看到效果，需要长期坚持，慢慢积累才能看到变化。最后，青青阳想和大家说，拖延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一直逃避，一直自责，一直不敢面对。其实，只要我们能找到自己拖延的原因，然后试着用上面的方法慢慢调整，慢慢改变，就一定能跳出拖延的怪圈，不再拖到最后一刻才行动，能从容地安排自己的时间，能认真地完成每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比如，从今天开始，如果你有一件想做但一直拖着的事情，就试着告诉自己，我不需要做到完美，我只需要先开始，先做5分钟。如果你面对的任务很庞大，就试着把它拆分成一个个小任务，逐个完成。如果你觉得时间还很多，就给自己设定一个更早的截止时间，提前预留缓冲时间。相信我，只要你迈出第一步，慢慢坚持下去，就会发现原来不拖延的感觉真的很好。不用焦虑，不用自责，不用熬夜赶工，能从容地做好每一件事，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能慢慢变成一个更自律、更优秀的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要结束啦，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阳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到正在被拖延困扰的你，也希望我们都能慢慢摆脱拖延，不再拖到最后一刻才行动，能从容地掌控自己的时间，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如果你有自己摆脱拖延的小方法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，我们一起交流，一起进步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